在出售给土耳其 F-16 战机一事上，美国打算再敲诈一笔，没想到这次土耳其直接不干了，说可以购买中国的歼10C 战机替代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原本土耳其是要购买美国的 F-35 战机，但由于土耳其突然购买了俄罗斯的 S-400 防空导弹，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，直接把土耳其踢出了 F-35 战机的行列中，连数亿美元的定金都没有退还，让土耳其损失惨重。在将土耳其踢出 F-35 的行列后，美国给出了一个替补方案，可以给土耳其提供 F-16 战机，并且还是升级款的。土耳其在看到这个提议后觉得不错，也就答应了美国给出的这个方案。但是在这时候，美国又威胁了一波土耳其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美国现在还不能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土耳其出售 F-16 战机，除非土耳其能够解除立法者的担忧。由于瑞典和芬兰要加入北约，为此这两个国家给了美国不少的好处。但由于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，而当有国家想要加入到北约中的时候，必须要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才行。土耳其认为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国家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威胁，称其长期支持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，所以拒绝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。面对布林肯的威胁，土耳其这次也支棱起来了，表示在美国出售土耳其 F-16 战机一事上不应该和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挂钩，并且土耳其安全与政策高级官员还表示，土耳其还有其他的选择，比如说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战机、俄罗斯战机、欧洲战斗机。听土耳其这话的意思，似乎是打算采购我国的战机。目前我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战机严格意义上只有一款歼10C。枭龙战机虽然技术大部分都来自我国，但这款战机是中巴合研的一款战机，并不能算是我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战机，实际建造也是在巴基斯坦境内进行，只有不久前刚换装的歼10C才是。像美国给土耳其的 F-16， 既然这笔订单的金额达到了200亿，并且数量也只有40架，那么提供给土耳其的就一定是最贵最新款的 F-16， 在战机划分上属于先进4代半战机。虽然价格过于离谱，但土耳其在没有 F-35 5代机的情况下，这已经是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战机了。而现在歼10C的对外出口让土耳其多了一种选择，并且价格还十分的便宜。不过歼10C虽然从划分上来看同样也属于4代半战机，并且和 F-16 一样都是中型战机，但歼10C此前的外销成绩长期挂零，这确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买家对歼10C的信心。而当巴基斯坦购买了这款战机后嘛，那些观望买家对歼10C的性能也都有了一些了解，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阅兵式上，歼10C的飞行表演让大家眼前一亮，原来中国出口的战机也能够这么先进。更重要的是，歼10C的价格比 F-16 便宜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按照巴基斯坦和我国签订的合同来看，25架歼10C-E 的价格为14亿，也就是说平均下来的话，一架歼10C的价格为5600万。就算把其他的配套设施以及武器设备算上来，整套价格撑死也就1亿。这可比美国出售给土耳其40架 F-16 收200亿美元划算得多。也正因如此，和美国的 F-16 战机谈判中，土耳其曾多次以此为威胁，想要将这个价格砍一砍。毕竟这个200亿美元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，即便是美国还给了80套升级套装。不过照目前这情况来看，土耳其所说的购买我国歼10C战机一事可能性并不大。土耳其更大的可能性是为了和美国在这场谈判中杀一杀价，毕竟土耳其还说了自己可以采购俄罗斯的战机和欧洲国家的战机。出尔反尔这件事上，土耳其干的可不少。在购买防空导弹一事上，土耳其曾经也说了打算采购我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。
但最终还是采购了俄罗斯的 S-400防空导弹。现在土耳其说采购我国战机，算是故技重施。美国威胁自己，那我就直接采购别人家战机，反正都能买，不缺你美国一家。事实上，土耳其空军使用的北约武器体系，就算是采购了歼10C 战机，也会出现不搭的情况。不像巴基斯坦，空军主力战机几乎都是中国战机，仅剩一部分美制 F-16仍然在役，这才能够让歼10C 无缝衔接。